大家好，歡迎來到煙虎味廚房。今天用2條絲瓜搭配瘦肉，分享一道好吃又營養的下飯菜，葷素相間，味道鮮美爽口，全家都愛吃。接下來一起來了解一下具體是怎樣制作的吧。首先準備2條脆嫩的絲瓜放在大一點的碗中，加入多一點的清水，把絲瓜表面的泥沙或者是雜質清洗一下。現在是絲瓜大量上市的季節，也是一年當中最好吃的時候。我們這邊才0.5元一斤，不知道你們那邊賣多少呢？接下來準備削皮刀，把絲瓜的外皮給削下來。看似非常便宜的絲瓜，其營養十分豐富，富含豐富的維生素、膳食纖維和多種礦物質，性質偏涼，清熱解膩，水潤爽口，日常吃清淡又健康。絲瓜皮也不需要削太厚，薄薄的削掉一层就可以，保留少许的瓜皮，在炒制的過程中不容易氧化变色。絲瓜全身都是寶，老一點的絲瓜瓜瓤可以用來洗碗，絲瓜籽還可以用來炒着吃。頭尾的肉質比較硬，我們切掉一小截。接下來把絲瓜簡單的給下刀，像這種大一點的我們對半切開，如果是比較小一點的，我們直接切成小圈就可以。接下來切成厚薄均匀的片，大約在2個毫米左右。我們千萬不能切太薄，因為絲瓜的含水量達到 80% 以上，如果切太薄的話，吃起來口感不好。盡可能的切均匀一些，使其在後續烹飪過程中成熟度一致。全部切好放在大一點的盆中。很多朋友炒絲瓜第一步就做錯了，切好的絲瓜直接下鍋炒，那樣很容易氧化變色。在這裡我們要多添加一個步驟，往裡面加入1大勺的白醋。白醋可以改變絲瓜的酸性環境，可以抑制絲瓜氧化變色。加入多一點的清水抓拌一下，放在一旁浸泡着備用。接下來準備小塊瘦肉對半切開，然後再切成厚薄均匀的片。瘦肉也不需要太多，一小塊就可以。絲瓜裡面加入瘦肉，不僅可以增加整道菜的營養，同時還可以豐富口感。把瘦肉切成大約1個硬幣厚的薄片，全部切好放在大一點的碗中。接下來簡單的醃制一下，往裡面加入现磨的胡椒粉，然後再加入少量的玉米淀粉或者是土豆淀粉，加入適量的清水抓拌均匀。淀粉是給肉片起個保護的作用，這裡我們就不需要添加生抽或者是老抽。充分的抓拌均匀，放在一旁醃制着備用。準備一小塊去皮的老薑，先切成薄片，然後再切成稍微細一點的薑絲，最後切成稍微細一點的薑末。全部切好放在小碗中。接下來準備一個紅辣椒，首先把紅辣椒切成2段，然後對半切開，把裡面的辣椒籽和辣椒瓤給處理乾淨。最後切成菱形塊，這種辣椒沒有什麼辣味，如果吃得比較辣一點的，可以加入一些小米椒。這個時候的絲瓜也已經浸泡好了，加入了白醋，一點都沒有氧化變色。絲瓜浸泡之後，我們直接撈出來，放在肉篩裡面，充分的把水分控乾。所有食材準備好，我們開始操作。起鍋加入豬油，炒至融化，下入切好的薑末，小火煸炒出生薑的鮮香味。接下來倒入控乾水分的絲瓜，全程開大火，大約翻炒1分鐘左右，把絲瓜表面的水分炒乾，同時炒出絲瓜的鮮香味。
全程開大火，不停地翻炒，充分地把絲瓜炒出鮮香味。很多朋友炒絲瓜喜歡用焯水的方式，其實焯過水之後，絲瓜的營養和口感都會大打折扣。就像視頻中這樣不停地翻炒，絲瓜裡面的湯汁慢慢地炒出來了，質地也變軟了。接下來把醃製好的肉片直接倒在鍋裡，肉片不要提前炒制，就像視頻中這樣放在一起翻炒，可以節省炒制的時間，主要是這樣炒出來的肉片更加的鮮香滑嫩。親愛的朋友們，視頻都看到這裡了，借您發財的小手點個讚再走唄。您的每一個點讚和留言都是我前進最大的動力，非常感謝。加入切好的紅椒片，快速翻炒均勻，使紅椒的鮮辣味和絲瓜的鮮甜味完美的融合。接下來簡單調味，加入小半勺的食鹽，食鹽一定要最後加入，然後加入少許的白糖，這樣炒出的絲瓜才不會發黑。這一步非常的關鍵，千萬不能加雞精或者是味精，不然的話炒出的絲瓜會發苦。這也是飯店不外傳的小技巧，炒制成視頻中這樣就可以出鍋了。這樣炒出的絲瓜鮮甜味十足，顏色翠綠，一點都不會發黑，湯汁特別的濃稠。這道絲瓜炒肉片色澤鮮亮，清香不油膩，肉片滑嫩，絲瓜脆爽，做法簡單又下飯，家常美味。喜歡的朋友趕緊收藏起來，動手試一下。稍微總結一下，炒絲瓜一定要加入豬油，一定要加入白醋，提前浸泡一會兒，食鹽一定要最後加入。只要記住這幾點，炒出來的絲瓜比飯店的還要好吃。人間煙火，簡單美食，好好吃飯，認真生活。我是咽喉味廚房阿光，我們下個視頻再見吧。